别不相信，兔子惹急了也会咬人。这句话尤其适用今天这部韩国电影，把老实的人被逼得忍无可忍。当他还手的时候，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他叫阿泰，别看眼前这个男人老实巴交的，但你绝对想不到，这个人10年前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道老大。他动起手来更是拳拳暴击，招招索命。跟他对战之人的下场颇为凄惨，有的混混看到他都会吓得屁滚尿流。阿泰靠着这股狠劲儿在黑道杀出赫赫威名，但是在一次帮派斗殴中，阿泰失手打死了一个混混，因此锒铛入狱10年。来探望他的是死者的母亲金子，他并没有责怪阿泰，反而还给了阿泰一个记事本，上面还写着几句醒目的话：不喝酒，不打架，不流泪。这些话也深深烙印在阿泰的心中，让他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暖。经过10年牢狱改造，阿泰出狱了，他来到了金子家里，希望可以弥补自己曾经的过错。而金子看到他后非常的开心，更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，视如己出。吃饭的时候更是亲自教阿泰如何吃烤肉，让一旁的女儿小翠看得内心酸酸的。而小翠生性刻薄，所以她时常找上阿泰，对他恶语相向，但实际上她并不讨厌这个哥哥。而阿泰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亲情。另一边，议员为了收拢人心，准备开发成一个大型商场，而商城的中心选址就在金子所开的餐厅位置，但金子表示自己不肯转让。议员一怒之下找到了2名黑道老大解决此事，一个大壮，一个大山。2人为了讨好议员，立刻就答应了下来。第2天，大壮带着一帮小弟直接冲到了金子的餐厅，开始砸桌子踹椅子，非常嚣张。而阿泰正好坐在店里吃饭，大壮进来后看到了阿泰，顿时吓得直打哆嗦，赶紧让手下停手。愤怒的阿泰看向了他，上去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。这个满身纹身的男人刚来到医院，就被众人像猴子一样盯着，因为在韩国身上的纹身越多，地位就越高。阿泰来到澡堂洗澡，当服务生看到他背上的纹身，被吓得原地打嗝。跟妹妹上街买东西，被当地小混混一脚踹倒，然后被带到没人的地方一顿胖揍。而阿泰任凭别人怎么拳打脚踢，他也绝不反击。当他身上的衣服被撕烂，露出了纹身，这一刻小混混全部呆住了，愣在原地。为什么来找茬的黑老大这么怕阿泰呢？因为10年前他和大山都是阿泰的小弟，也知道阿泰为人心狠手辣，打起架来无人能敌。阿泰呵斥他不要再来自己母亲的店里捣乱。就这样，大壮带着手下回去了。从那以后，金子一家迎来了短暂的太平日子。几天相处下来，小翠渐渐地发现阿泰还是一个暖男，不仅帮他摆脱校园中一群混混的滋扰，还给他买了一款他最爱的手机。渐渐的，他也认可了这个哥哥。阿泰为了重新改过，找了一家修车店工作，还准备慢慢洗掉自己身上的纹身。另一边，2个老大开始商量，虽然他们还是有点害怕阿泰，但他再厉害不过就一个人。2人为了得到议员的赏识，决定还是联起手来拆掉金子的餐厅。于是第2天，他们带领一群小弟凶神恶煞地对着餐厅一通乱砸。金子本想阻挠，却被打手推倒在地。等阿泰赶回来后，只看见餐厅一片狼藉，气急败坏的阿泰心里清楚，一切都是那个议员指使，于是找上门去，心平气和地告诫议员，希望他不要再去店里面找麻烦了。而议员听后，完全没把阿泰的话当回事儿。不过他知道阿泰不除始终是个隐患，于是心生一计，打算串通警察，彻底的除掉阿泰。一辆车开进了修车店，车上下来一群混混，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可这群混混就是被议员派来修理阿泰的。他想激怒阿泰还手，再次把他送入监狱，但是想改过自新的黑帮老大，即便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还是隐忍着没有还手。不过议员并不打算放过他，让小混混去餐厅故意说出了10年前阿泰杀掉金子儿子的事情。正好这件事被小翠听到，但小翠还是原谅了阿泰，因为在他的记忆中，都是自己的亲哥哥对母亲各种殴打，还主动叫了阿泰一声哥哥。而金子心里明白，议员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于是把儿子为议员做事的犯罪证据复印了一份，想以此要挟议员放过他们一家。但没想到这一举动并没有让议员妥协，反而还让他起了杀心。几天后，小翠放学途中被人用砖头打伤，倒在街头。阿泰则去了医院照顾妹妹。心狠手辣的议员趁着阿泰不在，派出了手下去灭口金子，然后伪装成上吊自杀，拿走了带有议员的犯罪证据。当阿泰回到家中，发现了上吊的金子，这一幕他彻底傻掉了，忍不住哭得撕心裂肺。美好的家庭一瞬间成了碎片。阿泰让金子入土为安后，餐厅也被拆除。回到医院，再次看望了重伤昏迷的妹妹，看着昔日的一家3口，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单枪匹马地来到了议员的夜总会。而这里聚集着一大帮黑道手下，议员更是十分嚣张。阿泰一把火点着屋子后，
便化身成收割人头的恶魔，对着冲来的混混大打出手。悲痛化为了他最大的力量，他就像猛兽一样，一拳又一拳打趴下冲上来的人，没有任何的手下留情，完全是以命搏命。解决完所有小弟后，一元被逼到了角落，无路可走。阿泰狰狞地向他走来，几棍子下去，一元被打成了肉泥。他也终于为家人报了仇。故事最后，阿泰的妹妹醒了过来，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，而和阿泰相处的那段生活记忆也永远伴随着他。